大饼脸到底有多吃亏？有村架纯头发遮住脸，她是全亚洲的初恋白月光，头发一撩开，她就是被群嘲的颜值灾难。2017年的红白歌会是有村架纯职业生涯中最惨烈的公开处刑。那晚啊，造型师的失误让她失去了村花头，两颊刘海的庇护毫无保留的暴露了宽大的下颌角。站在巴掌脸的广濑丝丝身边，她仿佛被开了广角特效，网络上的嘲讽铺天盖地，面包超人、脸盘子的标签像一块块石头砸向她。那一年，她24岁，正处于女明星最在意皮相的年纪。按照娱乐圈的惯用剧本，面对这样的颜值危机，下一步通常是整容削骨，或者从此死守刘海，做一个活在特定角度里的精修美女。但有村架纯走了一条所有人都没想到的路。2015年，电影《垫底辣妹》横空出世，有村架纯饰演的工藤沙耶加是一个只有小学4年级水平的高中差生。如果这个角色找一个精致的瓜子脸美女来演，观众很难相信她是一个会被老师骂垃圾、被父亲看不起的笨蛋。精致往往意味着聪明和优雅感，但有村架纯那张烈性敦实的脸，完美的承载了沙耶加身上那股土气和倔强。凭借这个角色呀，她拿下了日本蓝丝带最佳女主角，这是行业对她演技的第一次盖章认证。她不是只能演乖乖女，她能演活那些在泥泞中挣扎的普通人。你看她在花束般的恋爱里，那个穿着针织衫在 KTV 里流泪的普通女孩，正是因为那张略显肉感的脸，才让观众觉得她是真实的，是可触摸的，是就在我们身边的。这种地气是那些精致的整容脸永远无法模仿的。然而大众虽然接受了有村架纯演技好的事实，但却并未减少对她颜值的审判。这种关于面部折叠度的残酷审判在2020年达到了顶峰。那一年啊，真人版电影《浪客剑心最终章》官宣了最终极的角色人选，由有村架纯饰演雪代巴。消息一出，漫迷圈炸锅了，质疑声铺天盖地。为什么大家反应这么大？因为在二次元的世界里啊，雪代巴这个名字代表着一种不可亵渎的神性，她是所有冰山美人的鼻祖，是著名的三无少女。无口、无心、无表情。原作中的雪代巴拥有一张清冷、瘦削、线条锋利的脸，她的美像一把寒铁铸造的匕首，冷冽而决绝。而有村架纯呢，她是出了名的暖系长相，圆脸、宽下颌、钝感十足的五官，再加上那个无论何时都挂在嘴角的治愈系微笑。网友们毒舌的评论：雪代巴是冰，有村架纯是年糕，一个是清冷御姐，一个是邻家小妹，让一个脸大肉感强的女演员去演一个瘦削清冷的纸片人白月光，这听起来呀就是一场注定翻车的灾难。但这恰恰是有村架纯演艺生涯中最惊艳的一次豪赌。他没有选择整容削骨去迎合角色，也没有用厚重的刘海去遮挡脸型，相反，他用一种近乎整容般的减法演技，硬生生把观众的质疑变成了影院里的眼泪。有村架纯最大的武器就是他那双会说话的小鹿眼和温暖的笑容，但在《浪客剑心》里啊，他给自己的眼神做了降温处理。在电影的前半段，你会发现有村架纯的眼睛里没有光，那是一种极度的死寂。他不再频繁的眨眼，不再有任何讨好的微表情。当他抬眼看人时，目光是失焦的，像是一口深不见底的枯井。这种极致的静气，奇迹般的压住了他脸上的肉感。更绝的是呀，他挖掘出了圆脸在悲剧角色中的独特优势——慈悲感。如果雪代巴是一张尖锐的瓜子脸，他的冷可能会显得刻薄，但有村架纯的圆脸赋予了这个角色一种类似菩萨低眉的温润与包容。在那个著名的雨夜，当满身是血的剑心像个无助的孩子一样倒下时，有村架纯饰演的雪代巴轻轻地抱住了他。那一刻啊，他脸上的线条不再是钝感，而是母性，是救赎。他不仅演出了雪代巴的冷，更演出了藏在冰山之下的那团火。那种想杀他又爱上他，想复仇又想救赎的极致拉扯，在他的微表情里展现的淋漓尽致。电影的高潮是他为了救剑心挡下了那致命的一刀，当刀锋划过，鲜血溅在他白皙的脸上，他倒在雪地里，用最后一口气在剑心脸上划下那个十字伤的横线。那一幕啊，电影院里无数人落泪。此时此刻，还有谁会在乎他的脸大不大？还有谁会在乎他像不像漫画里的纸片人？他就是雪代巴，他用血肉之躯填补了2次元到3次元之间的鸿沟。电影上映后啊，口碑发生了180度大逆转。那些曾经喊着毁原著的漫迷纷纷在社交媒体上道歉。日本雅虎电影评分高达4.5分。有村架纯用这个角色证明了一个道理：所谓的神还原，从来不是靠整容整出一张一模一样的建模脸，而是把灵魂塞进角色的躯壳。大脸确实吃亏，他让你在静态图上不够精致，但好的演员懂得用动态的演技去修正静态的瑕疵。他没有改变自己的脸型，他改变的是气场。从被群嘲的面包超人到被全网认可的斯曼女，有村架纯的逆袭之路告诉我们，在这个看脸的时代，骨相固然重要，但神韵才是凌驾于五官之上的终极武器。当你拥有了驾驭角色的灵魂，你的脸型就不再是审判你的标准，而成了你独一无二的个人印记。你可以是圆脸，也可以是方脸，只要你能在镜头前让观众相信你就是那个角色，那么你
就是最美的。